带你追查事件真相，掌握证据变化。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持续加入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英文。节目一开始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是前立委李胜峰，艺人好，大家好；还有前驻牛大使谢文吉，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以及前张骞舰长黄征辉。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要带大家来关心到的是南韩这边的情势哦，因为呢，我们看到了尹锡悦哦，他之前不是宣布戒严嘛，后来就被抓了嘛，那他现在哦有被控是内乱首脑。好，这是南韩特别检察官小组以涉嫌内乱罪为由哦，要求将前总统尹锡悦处以死刑。好，那这事由是说啊，尹锡悦在2024年的12月企图实施戒严，那也试图要控制司法和立法机构来维持权力。好，所以这件事情当然哦，引发很多人讨论哦，因为死刑毕竟是非常重的惩处哦。那当然看到尹锡悦的辩护团啊，强烈的反驳，那也特别讲说，多数意见不等于真相。好，但是当检方在当庭提出哦，我们看到这是检方死刑求刑的时候。看到尹锡悦吗？他是一度轻笑，而且环顾法庭，那也引发了旁听席的骚动。那有支持者甚至就怒斥检方说是疯子、胡说八道。那随即遭到法官的制止。好，那我们看到法院预计在2月19会做出裁决，但是外界认为啊，说尹锡悦最终被判死刑的机会跟可能性哦。可能还是低。好，就算他真的被判死刑，但是实际执行死刑的可能性还是很低，因为南韩从1997年以来已经实质的停止这个执行死刑，所以如同是一个实质废死的国家。那尹锡悦现在这个遭求处死刑哦，我们看到凌晨法庭内哦也敲桌90分钟，他是怒吼哦说长期独裁逼他也不会做。好，我们看到这是南韩中央日报所报道说尹锡悦手握拳来挥动或敲桌，那也坚定的表示说啊，特检起诉书啊是客观事实与基本法理不符的妄想小说。好，痛批说啊，特检跟在野党民主党哦，就是长期支配韩国的黑暗势力，像无脑狼群盲目的扑咬。好，他还是在讲跟在野党哦是这个沆瀣一气的。好，那他当初宣布戒严也是类似的论调，可见哦，他目前还是活在那样子的政治思维里头，还出不来。但是哦，尹锡悦已经是前总统了，目前南韩呢看起来哦。这个新的总统也就是李在明，蛮会平衡外交的。我们之前知道他去了中国大陆嘛，那他最近去了哪里呢？去了日本哈。好，我看到之前呢，他在 APEC 上面其实就曾经跟高市早苗见过面。那当时哦，他就有跟高市早苗说，哎，想试试看打鼓。好，所以他们真的就同台尬舞了哈。好，高市早苗跟李在明结束了双边会谈之后，安排了一场事先未对外公布的鼓乐交流，两个人同台打鼓，演奏了2首。K-pop 的歌曲，然后呢还交换鼓棒哦，非常的轻松，那也展现了日韩互动的友好。好，那我们再看到，那现在哦，高市早苗这次是他做东邀请李在明，而且哦特别还选在的是奈良哦来跟这个李在明会面。那奈良比较有意义哦，因为他不是选在东京，他是选在奈良，是因为那是高市早苗的家乡。那他特别讲说，如果日本能够跟这个韩国展现个良好默契，当然有助于争取盟友的支持，那也应对中国在全球层面内要孤立东京的态势。那主要就是因为现在中日的关系比较复杂一点点。好，那当然现在李在明跟中国大陆关系也看起来稍稍也比较好一点，所以李在明当然也会被问到说，哎，你跟这个中国大陆啊，还有这个日本、南韩之间的关系，那他是讲啊，在他看来东北亚的和平稳定角度中日两国之间的对抗是不乐见的，但是韩方希望中日双方能够通过对话来解决分歧，但是他不介入中日的争端，所以有人认为他的直接表态似乎看起来也没有再给高市面子。好，那中日紧张关系的考验那这个奈良行当然也在检验李在明的平衡外交术。好，那他主张国家利益为核心的实用外交主义，那也在强化跟日本合作的同时，也致力的在维持跟中国大陆的稳定关系。但是啊，高市早苗的台湾有事言论，让日中关系急剧恶化，所以这一次的出访奈良也将考验李在明的外交平衡术。
好，所以你可以看到目前在第一岛链三方的局势这三角关系是蛮不一样的而且持续的在变化当中。好，但是我们看到除了刚刚我讲的日韩中之外，其实还有美国也是一个关键角色啊，所以我们的标题是写四方的印太角力。好，李在明访日跟高市早苗会面其实也是同意说啊，他们日韩关系以至于日韩美三方关系，尤其在安全合作方面还有战略的方面上面相当的重要。那他们两个人说啊，会继续的大力推动日韩关系，然后以及日韩美的三方合作。好，看起来也是一个同盟的态势嘛。好，那日本这边则是有一些动作，大家也很关注啊，就是他小泉进次郎日本的防卫大臣。他跟美印泰的司令帕帕罗举行了会谈，那这个举动啊是说要加强对台军事施压的中国，以及推进核与导弹开发的朝鲜，要强化日美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合作。看起来日本不断的在拉盟结派因为他很担心自己在第一岛链被孤立。那目前也看到中国大陆的军事啊，因为他们的陆媒披露，解放军有一款神秘的无人机的性能细节。那这款无人机叫做无侦8隐身高速无人机，采用一个独特的设计，那是目前全球唯一同类型的机种，它具备清晰的侦察、定位、航母等等的重要目标能力。那另外，中国大陆还有一个是南昌舰服役了6周年，它是2020年1月12号正式服役的。好，那服役6周年，大家就会看啊，它这个南昌舰它其实原本就是万吨大驱的这个核心的优势体现在2个方面，也就是一个是侦察预警跟信息集成能力的突出，那另外一个则是舰载武器性能的优异，所以同时也具备着远程对陆打击的能力。所以中国大陆的专家是揭露了这个共军的8艘万吨大驱的一个实力展现。好，所以目前在第一岛链的态势这外交看起来是这个风起云涌啊。好，目前看到就是尹锡悦的部分，我们一样先问介大使怎么看？介大使，我觉得尹锡悦啊，这个被这个检方特检求处死刑，这个是一个蛮讽刺的事情。你知道尹锡悦本身就是检察官出身，而且他过去也率领过他的这个部属们也扳倒过好几个韩国总统，所以韩国总统是一个世界上公认这个什么样危险性最高的职位。对，因为他下场都不好，下场都是进监狱到目前为止，只有那个文在寅还没有事情。文在寅他非常小心他躲在乡下开书店、开咖啡馆每天留个胡子闲云野鹤，不过问政事，就是希望大家把他忘记掉。到目前为止，他没有事。其他的韩国总统下来，一律只有一个使命，就是直接就是进监牢。那里面有2个都是尹锡悦在任的时候的杰作这个朴槿惠，这个卢武铉，都是当时尹锡悦的亲手炮制的这些总统入狱案件的这个始作俑者所以他今天看起来被他自己的小兄弟们怎么样？好像是要逐出师门、逐出家门还不算，还要怎么样？还要把他怎么样？连根拔起，做了一个最严重的一个对他的一个怎么样？割离，跟他割袍断义，叫他垂处死刑。我觉得光这一点，他就已经尹锡悦就怎么样名垂千古了。他在韩国历史上那就是耻辱柱上已经定下去了。一个总统也是民选的，怎么会短这么一段时间就被他的这个检调机关，也是代表韩国司法正义的重要部门一部分来把他判处死刑？这个可见他的很多作为不是像尹锡悦自己好像笑一笑然后在那边敲敲桌子就没有事了。你真的是看起来的话，尹锡悦这个作风真的如果说在我们从旁观者来看的话，也不能说是离经叛道了因为各有各的经，各有各的道嘛。可是非常的乖张，也就是说他很嚣张，然后呢也乖离怎么样？乖离一般常理。你这个总统上来以后，
对不对？跑到美国去唱这个American Pie， 这个事实上的话，这个从外交场合上啊，这是非常乖离常轨的，乖离常轨的。然后他又跑去跟这个安倍见面，然后呢，把日本的这个韩国法院的对于日本这个在战时的时候这个韩国法院判处说，你日本当时拉致了那么多韩国的这个劳工虐死在日本，也没有给他们任何的抚恤，然后把他们的生命剥夺了。韩国法院判决日本要罚款。因为尹锡悦做了什么决定？尹锡悦说：“好啦，那这样好了，罚款我们韩国政府出好了。”有这种事吗？你像那些被这个日本虐死，2次大战被日本虐死的那些劳工，韩国劳工，他的家属作何感想？他们要的一个正义，不是说谁出钱。你这个尹锡悦居然说韩国法院做的判决，最后要日本政府赔钱，他为了息事宁人去讨好日本。他说那这样好了，那我韩国出这个钱好了，你们不是就是要钱吗？这不是日本人对我们台湾的这个阿菊阿嬷一样的看法吗？说你们是自愿做慰安妇的，你现在还不就想要一点钱？我已经给了你钱了，你就不要闹了。这种就是说我觉得他这种作为的话，一般人来讲都已经无法容忍了，他又身为韩国总统，所以我觉得尹锡悦觉得人家判的他无理，我觉得韩国的检方认为他们这个求刑是给予社会给予韩国这个国家一个正义。好，那除了尹锡悦之外，刚刚我们有讲到所谓第一岛链，盛峰委员怎么看？我们这样子来看中日韩美这个问题上就可以看出一些很有趣的端倪。首先呢，韩国李在明是一个务实的政治家，但是务实当中呢，他也有让自己不去触碰的部分。他很清楚知道他必须解决日韩之间长期以来那个对峙的关系，但是他又要让韩国人清楚知道，我绝不去舔日本。所以他到中国的时候，他会去要求把安重根的遗骸能够迁移回韩国，然后会去看当时在中华民国政府在内的他在中华民国里面的流亡政府。那我想这一些都在的跟尹锡悦的做法是不一样的。这种不一样的态度也展现在他的外交层次上，他很务实，但是他不去触碰。因此即使到了奈良这样的一个地方，他所展现的态度就是很抱歉，台湾的事我不责，我们只讲我们的，各交各的朋友。那么同时我希望中日之间问题你们要能解决，你不解决，对整个的东亚他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他没有选边站，他把自己的高度拉得恰到好处平常心讲，在外交的领域上来打分数的话，那李在明的分数是远远强于尹锡悦。尹锡悦摆得很明，就是一面倒的倒都过去了。是，但日本也想借这个机会呢，看看能不能这个让韩国的总统，因为来者是客嘛，卖面子，能不能找一些话题？显然李在明严防死守，不掉任何的借口，让日本人去照用。所以日本也在这里自己自嗨的讲了一些事，但我想这个都不能改变于事实。导致中国外交部的态度是蛮有意思，他蛮冷的，就是说不各交各的之外很有意思。那你来我这里走完了，那我就看你的表现怎么样子。那我相信这一次的表现是蛮被肯定的。再来看呢，他到中国访问的时候是带着200位企业家的这个庞大代表团那么到奈良，各位到奈良有2个意思，除了一个让高市早苗说我到你的家乡，这是有一种亲切的感以外，所以你看他们会去敲鼓，人不亲土亲嘛，找是一个亲切感。可是有一个问题，请不要忘记，奈良大概在整个的日本的文化地位里面，就是奈良大佛。各位只要去奈良大佛，你都可以听到导游怎么跟你讲，说这一排砖是从中国大陆来的，这一排砖
是从韩国运来的，这一排砖是日本的，因为佛教是从印度进到中国之后，再进韩国，再进到日本来。我想某种程度，只要了解这一个文化意涵的人，也都会清楚，这个选择外交家的选择都一定有它的意涵的。这个比的例子，在因为96危机啊，造成了中美以及呢台美之间的这些的混杂的关系以后啊，那么克林顿到中国大陆访问，第一站居然是在西安。我不晓得这当时是为什么设计，因为西安在中国的历史来讲是万邦来朝啊，怎么会安排？然后美国呢会同意，但是它意涵的意思啊，就蛮有味道的啊。所以从这里给各位参考。最后我要讲一件事情，日本自己一定要清楚一个事：中韩联手，日本不好过日子。但是中日韩联手，亚洲才会真正的崛起。还是老话一句，日本要成为欧洲的跟班，或者成为亚洲的一份子，就在日本之间的选择。别忘了，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是不会松手的，这一点日本应该已经慢慢的体会到了。政经在这一次问题上是不会分离的。好，舰长怎么看？我们经常用它的后果去衡量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好比说，我们刚刚看到说尹锡悦遭起诉死刑，然后接着就讲了说，即使被判死刑，其实最后也不见得会执行死刑，而且通常来看，因为国家元首不会执行死刑，大家又觉得好像不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我跟你讲啊，像他们这些人面对的是历史，你知道吧？当他一个国家元首被弹劾，接着被起诉死刑的时候，他在历史上的整个的地位已经就毁掉了。不是最后的结果怎么样，我是他的子孙，我会以他为耻的，你知道吧？那你说最后的结果，你说像戊戌有一个六君子叫谭嗣同，他在菜市场被砍了头了，那到今天历史怎么样去衡量这个人的？我是他的子孙，我会生生世世以他为荣，我有一个这样的祖先，你知道吧？对，我们的那就是那就是一个历史，知道吧？所以你说，尹锡悦没有最后被判死刑，他到目前为止，我可以告诉你，他整个的人生在韩国的历史里面已经被彻底否定掉了。所以像这些抓大权的人，一定要像尹锡悦要引以为戒。通常为什么你要引以为戒呢？因为你有很多的想法，你有这些想法的时候，你会跟底下的这些参谋啊去讲啊，这些人讲，底下通通会讨好你。你也想要说，我想要觉得这个我东西要这样子去做，有没有什么方法？人家说戒严，我戒严不太好吧？又有一个人说，戒严不会，现在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有的部属会讨好你，这个时候你要有一个冷静的头脑，就好像上一次我们的海军署署长说决定在演习的时候去聚餐，后来也有人说是底下的戒严，戒严有什么用？你要做决策，决策要负全责，这是我特别要说的。所以当权者你一定要小心。今天其实赖清德也是一样。你别以为底下都会在讨好你哦，你可以这样，你可以那样，你想那样。其实很多时候你要去仔细的想想全国的这些人民的这些好坏。那李在明就是厉害，李在明说过一句话说，只要对韩国好，我会竭尽一切的能力，尝试各种的手段让他实现。所以李在明是把国家人民摆在第一，不是他自己。请赖总统把你自己的执念往后摆，把台湾人的福祉摆在你个人的执念的前面。好，所以有句话说糖药毒医，糖药毒医嘛，所以就是这个概念。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我们知道关税是川普的最爱，所以很多人说啊，关税治百病这是川普要所治的。但是川普啊，他现在也确实讲说啊，我们应该要赢。原来是因为啊，美国最高法院不是要裁定关税案吗？那他是想说美国时间的14号会公布下一批的裁决，那当然就包含了川普大规模全球关税措施的合法性问题。好，但川普就讲说啊，这个关税为我们带来了数兆美元的新投资。那中国现在是我们最大的纳税人之一所以他说他所有的字词当中最爱的单字就是关税。
好，但是关税啊，接下来会怎么走，我们还要再观察。但是现在哦，川普是施压联准会，可能会引爆一个抛售美国的交易吗？也就是因为美国的司法部啊，针对鲍尔发出了传票消息。好，这是因为哦，他们是向鲍尔发出了大陪审团的传票，那认为哦，这个鲍尔在大楼翻修的听证会上面做了伪证。好，那不过鲍尔我们看到这几天其实是有做相关的反击哦，他认为就是要对联准会来施压哦，主要就是为了降息。好，那当然这也触动了市场对联准会哦这个独立性的敏感神经，当然也引发了抛售美国的交易浮现。那过去挑战联准会独立性的举动哦，其实都会引发一些强烈的反弹。好，那因为司法部现在查鲍尔是不是效应也正在发酵当中，连自己人都怕吗？好，因为多名的政府官员哦，跟国会共和党人有私下在警告，说相关的行动哦，不仅可能会动摇金融市场，那也可能会冲击未来提名下一任主席人士的布局哦，所以在参议院遭到实质的阻挠。好，那司法调查这个鲍尔的争议哦，现在也传出啊，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也私下向川普表达不满。贝森特很忧心啊，这项决议可能会对金融市场造成一个负面的影响。好，那美国啊，除了经济可能会有一些状况之外啊，现在在晶片上面哦，也是大家讨论的焦点。我们先看到他们有放宽辉达的 H200 晶片嘛，到中国大陆，但是中国大陆的媒体啊，现在觉得啊，这可能是一种算计。我们看到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修订了对特定半导体出口到中国许可的审查政策。好，这个规定哦，就涵盖了晶片，包含像我刚才讲到的辉达 H200 的晶片跟它其同等的产品。那许可审查政策哦，由推定拒绝改为了逐案审查。那根据相关的规定哦，辉达这些晶片在出口到中国之前，都需经由第三方的测试实验室审查他们的 AI 技术能力。那销往中国晶片量哦，是不能超过辉达授予美国客户总量的50%。好，所以你看到它要销到中国大陆，其实前提很多，限制也很多。所以陆门就分析说啊，美国这一次松绑暗藏着3重算计，也就是基于中国大陆500亿美元的 AI 市场哦，当然是哦。好，再来就是为了辉达等企业来纾困，那以及他们认为第3个是试图以技术供应来麻痹陆企自主研发的意志。好，所以美国媒体也有相关报道啊，认为说啊，这个北京哦，只有在特殊情况之下才会批准采购 H200 的晶片，因为这个中国本政府哦，就在这一周告知了部分国内的科技公司，只有用在像是大学研发实验室等特殊情况之下，你才能采购辉达 H200 晶片，但是没有明确的界定规范。那中国大陆官方可能已经认定哦，相较于让国内 AI 开发者获得先进海外算力的晶片，来保护本土产业哦，是更为重要的。好，所以哦，现在看起来中国大陆自己也有意识到说，如果我们进了 H200，可能会对他们自己国内的晶片产业有影响。好，那我们看到美国众院出手哦，要堵云端的漏洞，也就是阻止中国大陆的企业远端来存取禁运 AI 的晶片。好，但是美国他们自己哦，现在还是引发了一些这个安全上面，也就是国安跟隐私外泄问题哦。因为看到嘛，马斯克的 Grok 打入了五角大厦。好，我们看到美国的防长赫格塞斯说啊，我们要正式的导入 Grok 来我们的五角大厦内部的网络哦，说这个国防部所有非机密跟机密的网络都要部署领先世界的 AI 模型，那希望借此加速军事科技的创新，重塑现代战争节奏。好，但是哦，也蛮多人有疑虑的。那五角大厦他说横跨20年哦，当然有些很多作战系统哦，那当然有个资料库的话，就可以成为 AI 发挥战力的关键基础。好，我们来听他怎么说。They do not have our combat-proven operational data from 2 decades of military and intelligence operations. We're executing an AI acceleration strategy that will extend our lead in military AI established during President Trump's first term.
好，那当然，另外就是 Grok 哦，它有数位脱衣潮哦，这也引发了很多争议。那现在看到英国正在调查，那马来西亚跟印度哦，则是封锁了相关的这个 Grok 的社群的这个网站。好，那看到大家有人认为是美国魔鬼终结者的电影情节是不是就会成真哦？那这确实在全世界也引发一些讨论。好，我们还是看到川普一开始哦讲说关税哦是他最喜欢的单字，那甚至哦对于联准会的部分哦也有做一些施压。我们先问介大使，这个川普说他现在最大的纳税人是中国大陆，这个是公开的谎言，而且要不然就显示他这个无知跟对这个贸易的这个基本的规则的欠缺认识。那其实这个案子现在为什么到联邦法院？因为他已经在美国贸易法院，川普已经败诉了，川普上诉到联邦高等法院，高等法院川普也败诉了，现在到这个最高法院，所以已经连败2次了。那你知道是谁在告他吗？美国有数万家进口商告他，都对法院提起诉讼。先在这个美国的这个贸易法院，因为这一些进口商，大大小小的进口商，他都认为川普这个课征关税这是非法的，然后这个关税最后会增加他们的进货的成本，因为照一般的这个贸易的规则惯例的话，通通是进口商在报关税，他在外面去下了订单，对方是什么 FOB， 我上了船以后，后面的费用都是你来，都是你这个进口商来出，所以川普说这个关税是由中国大陆付的，这是纯粹的一个。就是说nonsense， 就是这个胡说。如果说是中国大陆那的话，那美国进口商为什么要告美国政府？数万家进口商提出告诉，才有这个 case。那这个 case 不是什么民主党啊，在那边告的，不是的，这是扎扎实实的美国进口商，大家不约而同去告联邦政府。那最主要的前面败诉的原因是什么呢？败诉原因就是说，川普引述的联邦经济紧急法案，这个是一个基本上他所规定的所谓他可以采取紧急措施的前提并没有出现，美国并没有陷入经济危机，也没有立即战争的危险，没有这些，那是紧急法案。川普做这件事一点紧急状况都没有，所以他认为不构成他做这种后面的这种措施的这种基础不存在，那所以一直败诉。那这个东西就变成就是说，当然这几万家的进口商在提告的时候都说附带民事对不对？你错了，最后你联邦政府就要把我非法课的关税还给我们这些进口商，所以这就变成了川普说我现在已经课了1500亿了，那这1500亿要还给这些进口商。那这个退税的过程中呢？贝森特他几次出来警告说这个东西会影响我们的财政，我们现在财政已经很困难了，技术上非常非常困难。那可是呢，目前这个情况，因为本来是要7号就要宣判嘛，现在好像延到14号，14号。所以不论如何那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官他要有极高的解释能力，才能推翻前面2审的法院的判决。要看他怎么来推翻，那如果不能推翻的话，川普政府就准备还钱了。好，顺峰委员是我们来看 AI 这个部分，这个尤其这个黄仁勋他所做的这个 H200平常心讲，这是整个业界最需要的，但是在美国的禁止下，中国大陆是不能取得。可是基于他美国的考虑也罢，基于他的刚刚主持人所提的3个重要的原因也罢。那我们来看看呢，事实上中国大陆可能不买这个账，为什么？因为中国大陆在这1年多来，不管是对台的关系也罢，不管是国际政治的操作也罢，不管是 AI 晶片的操作也罢，基本上在改变了一个态度。这个态度是寄望于，比如说寄望于台湾人民，寄望于美国政府对我的善意，寄望于已经改变成为，与其寄望你，不如我自己制定了一套的规则，然后我按部就班的照我这一套规则来推，最后你必须跟着我来走。我想这一个改变呢，包含台湾自己也要特别的去注意。那这个改变里面呢，为什么
中国大陆有这样的底气。是的，中国大陆现在产生的这个 AI 晶片的算力能力是不如这个辉达的东，可是呢，这个产生的落差它是可以解决的。所谓的解决方法，那我要增加芯片的数量，那增加芯片上就会增加电力，那增加电力就会增加成本。那中国大陆今天别的没有剩下，就是电力啊，还真的蛮够用，所以他用这样的话来解决目前的落差，就是说，那我看你因为没有用英伟达的产品所造成的电力的负担，这个负担政府补贴你，那对厂商讲起来，他的压力就减少了。可是对中国大陆讲起来，他就增加了时间，所以他用补贴的方式来让他自己不必遭到这么大的压力，同时用征集出来的时间来让自己的这个 AI 算力也不断的去增加，芯片的能力不断的增加。现在从各方面来看呢，这个部分中国大陆的成就是指日可期。这也就是辉达现在蛮大的压力，也是一再从阿斯麦尔开始到辉达都一再的跟美国政府警告。其实这个警告已经发生，你与其你去控制去遏制中国大陆，最后是让中国大陆会长得更大。最后呢，我必须讲，美国国防部啊，假如用 AI 把它几十年来战争的资讯全部都放到这里面，然后去形成一个更好的推断、更好的运算、更好的这个处理。我平常心讲，美国政府最近做的事情，大概错的比对的多，但这一件事情绝对是对的，而且都独门独家。这个未来整个的战争形态，美国能否领先于中国大陆啊？可能这是一个最重要，因为这是你想学不来，因为你的 data、你的资料库没有他那么多。好，舰长怎么看？我们小人物活在这个世界上啊，其实有时候我们只图自己的温饱。可是像到了总统这种阶段啊，像刚刚的尹锡悦啦，包含现在的川普，他们真的在乎的是历史上的定位。我现在非常好奇，5年、10年以后，当川普不再掌有这个美国最大的这个总统的权力的时候，美国怎么看他，以及全世界怎么看他？他有时候我想想看，他蛮倒霉的，因为他在上任的时候是美国财政最糟糕的时候，他再不采取一些断然的措施哦，这个美国财政真的会崩掉。那他的采取的做法就是叫做开源节流。那现在已经快1年了嘛，我们可以为这1年做一些以下的数字的统计哦。第一个，他最近退出66个国际组织，就是我不缴费了。那这1年他大概可以省15亿美金。那关税呢？2025年已经走完了嘛，他关税2025年比2024年增加了1650亿。哦，看起来还蛮多的，对不对？那这一整年的逆差到达的是6500到8000亿，就你还是亏大概6500到8000亿。然后军费，今年的军费比去年增加了1150亿。那这样子扣之后，你就会发觉美国政府还是大概差1兆。但是2027年，川普现在讲了，他的军费要从原来的1.01兆增加到1.5兆。再增加5000亿，你认为像他这样子的花钱，他其实真的是在照顾那个军工复合体，那个实力在美国是最庞大的一个实力。所以我以前一直在想说，川普这个人这样子激进的，不会有人去暗杀他吗？后来我才发觉，所有军工复合体会拼了命的保护他，所以他会非常安全。但你这样看完之后，你认为他将来会是成功还是失败？如果他成功，他会美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英雄；如果他失败，他会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狗熊。目前看起来，他会成为狗熊的几率是超过英雄的。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最近川普的动作频频当然引发了国际间很多的关注。那现在这件事情也引发一些讨论，也就是别称末日飞机的美国核战空中战略指挥军机14B夜巡者，9号的时候是睽违51年首次降落洛杉矶的国际机场。这架战略资产是在
承载美国总统跟防长，然后在核战爆发时指挥战争，所以这次现身哦，当然就引发一些揣测哦。那也正值伊朗哦部分现在哦是相当的动荡，所以哦，川普也说啊，他要援助。说稍晚他将会晤国安团队，讨论伊朗政府对抗议者的暴力镇压，而且直言对伊朗的最终目标就是赢他喜欢赢，也就是 win。好，那我们看到川普稍晚也发文说啊，记下杀人凶手跟施虐者的名字，他们会付出巨大代价，说已经取消跟伊朗官员的所有会谈，直到无谓的杀戮抗议者的行径停止为止所以他援助正在路上。好，但是白宫发言人这边也特别讲说尽管外交手段仍然是川普因应伊朗情势的首选，但他并不畏惧在有必要的时候要动用美军的致命武器跟实力。这是不是一个讯号在暗示什么呢？但是川普突然也对伊朗的贸易国增加25%的关税，那包含的像是一些比较好的伙伴，那他其实并没有说明如何定义与伊朗做生意那主要的贸易伙伴国大家也看嘛，包含像是印度土耳其跟中国。那如果这时候又对中国来增25%的关税，哇，那它不是就是等于跟习近平去年敲定的贸易休战协议可能会名存实亡吗？那我们看到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则是特别讲说中方在关税的问题上面立场很明确，关税战没有赢家，所以也会坚定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跟合法权益。但是川普现在还是在下重手你看到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原油进口国，那也是伊朗石油的主要买家。不过最近受到西方制裁影响，所以中国国营油商已经没有采购伊朗的石油，那受害的就是外号茶壶的地方中小型企业。所以石油对于中国跟美国来说当然至关重要，所以现在川普是不是也拿委内瑞拉的油当作筹码呢？好，现在华府有扣押一些油轮的手段，那美国军方跟海岸防卫队在国际水域扣押了5艘船只，那这些船只不是正在载运委内瑞拉的石油，就是过去曾经有过相关的记录，所以目标很明确嘛。好，那中国的邮轮现在也被发现说原本是要前往委内瑞拉，结果呢现在已经掉头了正在返回亚洲，因为现在委内瑞拉局势恐怕要买油蛮难的。好，那川普也相中委内瑞拉石油，美国政府也希望能跟欧洲、英国来谈能源合作。好，那除了委内瑞拉，最重要还是格陵兰因为看起来川普势在必得。因为看到这张图片是不是在暗示川普正在监控格陵兰呢？有看到这张照片是从椭圆形办公室的玻璃窗俯瞰格陵兰休尔空军基地，甚至配文上面还写说点击以监控情势那暗示美国未来会采取相关行动，达成接管格陵兰的目标。好，那美国共和党的众议员提法案希望授权川普兼并格陵兰。那现在川普早就盯上格陵兰了嘛，但是这有个问题就是美国在欧洲的基地恐怕会全面禁用。那这个高层就有在讨论说这个美国的全球霸权一旦他做了这个格陵兰的这些行动的话，恐怕就会一夜崩溃。好，那当然这个全球霸权就会退化成仅具洲际影响力的强权，这是有些人对于这一次川普对于格陵兰的觊觎有一些不好的影响有跟他说，但是不知道他有没有听进去。好，我们来看现在这个夜巡者到了洛杉矶，当然引发一些讨论。我们先问介大使。当然了，这个夜巡者并不是平常都没有在开他只是没有往这些国际机场、民用机场去里面展示。那这次51年来睽违51年突然出现在洛杉矶国际机场，那让这个就是在制造一个新闻事件对，那让这个大家注意到，这个架飞机怎么又出现？对，其实它从来就没有消失过它一直都在执勤它只是不到国际机场去那边作秀所以这个就是川普的全球战略的一部分。那他是一方面告诉美国人说我们国家很强大，你放心吧随便打人家的话，人家都不敢反手嘛，对不对？而且这么好的武力不用来修理一下、欺负一下小国，不是有点浪费吗？这个是对内。对外的话，他也是要给这些各国震慑一下，觉得你看我这个
我还是核子大国啊，你要跟我作战的话，你有这种飞机吗？这个飞机据说不止1架，还2架来，4架哈，4架，对。所以美国在当时在冷战时期做了这些核子相当的这些投资啊，那是非常庞大的。它还有在Maryland 啊，华盛顿附近有一个整个地下城啊，也是准备打核子大战的时候，它这个整个的这个华府的政府都要搬下去的。那在那个 Colorado， 在那个 Colorado Spring 那个 Colorado Spring 那个美国空军官校那边有一座山，全部是挖空的，也是美国战时的指挥中心，是这个啊。所以美国这一方面投资是非常大了。这个飞机拿出来秀一秀，也就是怎么样，就是展示它的武力嘛，对内对外，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也很符合川普好大喜功，喜欢怎么样张扬，喜欢招摇过市的个性，秀肌肉啦，就是川普的个性的展现嘛。那另外一方面，现在就变成就是说，这一些现在他这个不管是委内瑞拉石油也好，伊朗的石油也好，其实我看了一下中国大陆石油进口的这个记录啊，其实啊，尤其委内瑞拉的石油，所谓对中国大陆这个能源会引起多大影响，那是媒体的猜测或者故意怎么样夸大。委内瑞拉的石油在中国的石油进口里面比例非常的低，它排名在20名以外，是非常的低。而且委内瑞拉油是所谓的石油里面的重质油，重质油什么？就是说它含杂质的成分非常高，通常是硫啦，它里面还有些金属成分，对，所以它那个油啊，事实上非常的浓稠，它的浓稠度是可能是最高的。这也是很多这些为什么它委内瑞拉一没有外国技术了，外国一撤了以后，它的开采就出现问题。现在这些大公司又不回去，因为它开采也比较困难，成本也比较高。所以我觉得就不管是这个伊朗也好，还是这个委内瑞拉的石油出问题啊，那媒体自然想到说，中国大陆遭殃。这个你要看中国大陆第一大进口国是俄罗斯石油，第二大的是沙烏地阿拉伯，然后还有马来西亚，这些国家才是首要的。这个不是这些国家，不是伊朗，不是委内瑞拉。好，盛峰委员怎么看？这个茶壶厂啊，就专门在处理委内瑞拉的种植油的厂。那茶壶厂呢，大部分都在山东，都是民间的小厂，所以呢，它的进口量并不高，所以民间的小厂来做使用。那委内瑞拉停了之后，那怎么办呢？就有这个呢，不是对中国大陆能源有多大影响，是对这些茶壶厂的生存是有影响。所以有一个国家就取代上来了，这是加拿大，因为加拿大也是一样，是属于重沙油的这种厂，所以它也需要这种茶壶厂来做处理。至于伊朗的油，我查了半天，好像不是茶壶厂在做处理的，伊朗的油是基本上是一般炼油厂可以来做使用的。所以这个部分为什么各位可以看到，本来呢这一个加拿大这些重油的厂给美国有一些炼油厂专门在处理这些，就如同在德州有一些厂专门在处理委内瑞拉的这些种植油的厂一样。所以当委内瑞拉这里受阻的时候，那么英国呢，加拿大跟美国又关系搞得很僵的时候，事实上这时候加拿大的油就是很大的期待。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一次加拿大的总理呢到中国大陆去几个的谈判里面，可能这是一个重要的谈判。为什么？因为过去中国大陆才买加拿大的油是现货市场的，那是不定期的，现在可能会改成为定期的。那么这样呢，他本来卖给美国的油，现在可以转卖到中国啊，所以这个是大家一举两利的。至于格陵兰这一个部分呢，倒是蛮有意思了。这美国需要用这样的态度吗？现在美国在格陵兰是一个最大的军事基地了，可是你想想看，在冷战的时代，美国在格陵兰的驻军是用万宙单位的。换言之，美国在过去格陵兰想干啥就可以干啥，想做啥就可以做啥，他何必一定要去把格陵兰变成美国的基地，变成美国的国土才能干什么呢？事实上，他只要跟这一个加拿大之间有任何 contract 的一个，他都可以解决他所要的东西。
只有一个想法是霸道。他平常啊跟人家呢，这是上了占了人家的妻儿子女呢，他已经占习惯了，本来就是你的，现在不要，我一定会把你起过门来不可。这个搞得很难看了，这就是今天的霸道啊！平常占据人家已经很可恶了，现在不但要占人家的某件，还一定要把他起过门才算数啊！那最后至于说整个欧洲会不会反对？反对不会啦，欧洲是没有力量面对美国的啦。这个仍然只要美国想要就被吞定，就被吃定的啦。但是川普的霸权无所不在啊，霸道无所不在。是没错，而且很恶劣。是啊，舰长，我顺着委员的这个话，我讲一下格陵兰哦。我觉得格陵兰最好的处理方法大概是这样的：第一个，他如果是强制的去霸占的话，他违法，他违背了这个联合国的这个叫侵略罪啊。这个你不要讲任何理由，你都是违背的。他去打委内瑞拉还有一个理由嘛，委内瑞拉输毒。我问你，格陵兰跟你什么关系？他有陷害你什么东西吗？所以你就是在抢一个东西而已啊，这个是绝对不可以的。那第二个就是，丹麦是北约的成员国，他们有一个第5条的这个集体防卫。那你抢了格陵兰东西，北约怎么样跟你相处呢？那北约是不是就整个瓦解了？这2个都是不可承受之重啊，所以我觉得他是不会去拿的。那有一个方法，其实他可以做得到的。美国有的是钱，1000亿美金都算小的，我不要用1000亿，用100亿。格陵兰的地位相当特殊，它是一个有高度自治的地方啊。到现在它的法律里面啊，就是还是丹麦允许的，就它可以去公投，它要不要独立。只要格陵兰的人民过半数说我要独立，丹麦没有办法否决他的独立权，这在他们的签订的关系里面，所以他就可以顺利的独立。独立了之后呢，美国但他不能说我在投票我跟美国合并，那不行，他只能独立。独立完毕，他就可以做自己的主人啦。他在考虑跟美国合并，那这时候川普如果出100亿美金去买它，记住他的人好少。你知道他每个人可以分多少钱？我去算了一下，每个人可以分到20万美金以上，就是660万台币。我一家5口，你知道像你一轮也是一家3口，你就可以拿1000多万台币啊。在那种地方又那么穷，你知道这个时候那个钱是很有说服力的。你这样子去的话，那就是理所当然，我们用钱买了，这是一个。第二个，像伊朗哦。伊朗是个马蜂窝，伊朗有太多的这些武装部队，都是非常激进的宗教狂热分子，还有所谓的正规军42万，革命卫队19万，执法保安队15万，还有各式各样警察16万，将近90万。你把这个国家打乱了之后，一个马蜂窝就往外散。那美国现在拉美，又想要去拿这格陵兰，他哪有时间管你去管这个伊朗啊？伊朗真的散出来，他没办法的。那最好的方法就是 CIA 最拿手的就叫做颜色革命。第一步，先让这些抗议的人在街头不要回家，就是在街头搭帐篷。第二，偷偷摸摸的提供他们武器。第三个，这就变成了内乱，再从内乱扩大到内战。那到内战的时候，要有一些这些我刚刚说这些部队中间要支持这些人，然后就开始变成内战。内战完毕之后，就顺理成章的把这个政权神学的政权给它推翻了。这时候你再推一个叫做亲美的一个政权上台，这不是一个非常理想的吗？美国自己本身的军队完全不必陷进去，陷进去是一个马蜂窝。然后最后我要说，川普这个人做事就是一个念头。他好比说啊，你们现在谁跟伊朗做生意，我就抽25%关税。我先问你，你怎么执行啊？什么叫做抽25%关税？买一点东西也算吗？那是完全跟他断绝往来吗？